几个呼吸就练出一色火，不愧是大师，不愧是玄品炼魂师。孙一凡与司马二人神色如常，没有意外，他们知道白小纯也是玄品，身为玄品，对于一色火若是没有这种熟练的程度，那么也就不配成为他们的对手了。很快的，三人再次炼制，渐渐的二色火、三色火、四色火直至10色火。在这过程中，三人的速度居然始终不相上下，几乎都是同一时间成功，这就让孙一凡与司马二人心底微沉，也可仅仅是心绪略有波动而已。但接下来，当11色火、12色火、13色火依次出现后，孙一凡与司马二人注意到白小纯那里竟还能紧紧跟随，他们目中露出凝重之意。至于四周观望的众人，此刻有的吸气不断，有的则是屏住呼吸，但一个个全都心神轰鸣。他们不是没看过别人炼火，甚至其中有不少炼魂师自己也炼火，可是玄品炼魂师的炼火却绝非常人能见到。毕竟玄品已经是如今蛮荒中在地品行踪缥缈的状态下最巅峰的炼魂师了。玄品炼魂师境恐怖到了如此程度，一色火到13色火，一次性成功不说，速度更是惊人。而且他们的炼制手法似乎也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嘿，这三位可不是寻常的玄品，他们应算是玄品中的顶尖。这一次真是开了眼界，我觉得自己在炼火方面也很受触动，有很多值得琢磨借鉴的地方。四周众人的议论，白小纯完全没注意，他此刻完全沉浸在炼火中，已经竭尽全力了。他性格追求稳妥，可这一次却实在没把握，只能用了全部心神去确保自己不失败。孙一凡与司马二人此刻也都深吸口气，不再关注四周，而是全神凝聚在手中的火团上，毕竟接下来的14色火容不得他们分心。而四周的众人也在这个时候首次的看到了三人的炼制手法上的不同之处。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的手法虽不一样，可都较为传统，按部就班。司马涛那里每次融合怨魂的数量都是固定的，而孙一凡则并非操控火海融合，而是一只手抓魂融入手掌火海内。更是不时的从这二人身上散发出阵阵五彩之芒，正是他们用了各自掌握的炼火秘术。这秘术一施展，立刻就使得他们的炼火速度加快不少。但白小纯对于14色火的炼制手法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当他一口气将数万冤魂全部用13色火的火海吞噬融合后，立刻四周就传来惊呼：白浩的炼魂手法前所未闻，一下子融入数万冤魂，他就不怕火焰不稳崩溃啊！众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目不转睛中立刻就看到白小纯那里的火焰不但没有不稳，反而在他的操控下更为扩张，吞噬冤魂的数量更大，尤其是在速度上，竟与展开了秘术的孙一凡以及司马涛还是不相上下。这一次虽不算同一时间，可三人相互差不到10息，就在他们手掌握住再次伸开后，三人掌心内赫然出现了14色火。白小纯深吸口气，调整着气息，看都不看四周，继续炼制。大量的冤魂被他散出，操控火海吞噬，渐渐的14色火晋升，成为了15色火。白小纯15色火出现后，孙一凡与司马涛竟也陆续成功。到了此刻，司马涛与孙一凡压力倍增，眼看白小纯也都做到了如此程度，他们不得不承认，对方在炼火上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炼制手法更是惊人。患得患失间，二人面色微微阴沉，相互看了看，正要传音时，忽然一愣，竟看到白小纯那里居然没有结束，而是再次炼制，似要一鼓作气炼出16色。这白浩太年轻了，不知16色火不可如此去炼，而是要累积足够的15色火，再去炼制，成功率更大吗？我们赢了。孙一凡与司马涛相视一笑，内心顿时安稳不少。第741集熔火境界。四周众人看到这一幕后，也有不少人皱起眉头，有些遗憾感叹，觉得可惜。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了，这白浩的炼火手法虽不错，可在经验上明显不足啊。16色火我虽炼不出，可也听人说过，这种程度的火往往需要足够的15色火去连续炼制，寻找那玄妙的感觉，如此一来才可确保成功率。没错，若是每一次都去尝试，失败后从头再来，这样的话很难捕捉到那种玄妙的感觉。众人窥探时，只有白浩魂在远处凝望自己的师尊，他明白师尊的选择没错，经过他改良的16色火配方，不需要去碰运气般寻找那玄妙的感觉，因为他的配方已经将炼制16色的步骤精确地划分成了10多万个环节，如同是机关术中的搭建机关一样，只要按部就班，确保过程中不犯丝毫错误，那么理论上成功率可以做到10成。只不过这涉及到极强的推演以及神识消耗，所以其看似简单，可难度却比其他炼制手法更大，也就是白小纯这里天道元婴，神识远超其他人，堪比天人一般，所以才可以用这个办法。师尊一定能成，从开始到现在，他还没有任何环节出现错误。白浩魂始终望着白小纯，
默默观察。至于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神色轻松下来，将15色火放在一旁，继续从头开始炼制1色火，进行炼制16色火的累积。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1个时辰。当司马涛与孙一凡将第2团火炼到了14色时，白小纯额头渐渐有汗水流下，他手中的15色火已经数次扩散开来，吞噬冤魂，此刻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白小纯顾不上去擦汗，眼中刹那露出金芒，低吼一声，右手抬起向着扩散四周的火海狠狠一抓，这一抓之下，那些火海顿时爆发，散出高温，让四周众人惊呼时，他们亲眼看到那片火海瞬间就凝聚到了白小纯的手掌内，被他一把攥住。周红也都紧张起来，小狼神、李天胜、妙玲儿、二皇子等人纷纷目光闪烁的看去，陈曼瑶也忍不住为白小纯捏了把汗。这一刻，就连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大吃一惊，连忙抬头看了过去，呼吸带着紧张。而白浩魂则是目中狂喜，他旁观者清，知道这一次师尊没出一次错误。万众瞩目下，白小纯望着自己的手掌，缓缓的松开。在他松开拳头、摊开手掌的刹那，四周先是寂静，随后在火光映照下，陡然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惊呼与喧嚷。16色火！天哪，这白浩竟一次性成功了！这是什么运气啊？一次性成功，厉害！此人厉害！在这众人惊愕赞叹中，周红等人面色立刻难看起来，只有陈曼瑶脸上露出笑容。至于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面色苍白，四周的声音他们已经听不见了，此刻眼中只有白小纯手中的那团16色火。二人沉默片刻后，狠狠咬牙：此人的运气的确不错，可我就不信你的运气还能有第2次。二人虽这么安慰自己，可压力却随着白小纯的成功立刻大增。此刻炼制时，不惜多次动用秘术。白小纯轻轻呼出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这一次他真的是拼了，好在没有犯错。擦去额头的汗后，他重新取出冤魂，又从1色火开始炼制。时间一点点过去，这炼火虽有些枯燥，可四周的众人却都目不转睛，无论是纯粹看热闹的，还是想借此触类旁通，从而参悟研究的。当孙一凡与司马涛炼出第3份15色火时，白小纯的第2份火也到了15色。在他手中的15色火成功后，四周众人立刻就纷纷精神一振，目光全部从孙一凡以及司马二人身上挪开，落在了白小纯那里，都在猜测白小纯是如之前一样继续炼制16色火，还是回头炼制1色火。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紧张地看了过去，可紧接着四周惊呼再起，孙一凡与司马涛更是眼珠子都睁大了。他们看到白小纯居然再次选择了炼制16色火，这家伙疯了！该死，此人怎么如此炼制？他要干什么？司马涛与孙一凡无法不紧张，实在是之前白小纯成功了一次，让他们已经心惊不已了。此刻虽心底有99%的把握肯定白小纯必失败，可还是忍不住紧张，就怕万一啊。周红也心脏狂跳，他看着下方的白小纯，头都大了，再次有了当初炼魂壶中的无力感。小狼神等人也是如此，纷纷苦笑。白小纯这里的不走寻常路，让他们实在是害怕了。万一要再成功了呢？他不可能连续2次都成功。孙一凡双眼有些赤红，内心低吼时，将手中的15色火收起，继续炼制第4份1色火。司马涛呼吸略重，一时有些紊乱，好半晌也咬牙后炼制1色火。可二人的心神都不时地落在白小纯那里，盯着他的炼制，内心不断地诅咒其失败。只是他们的诅咒似乎在这一天失去了效果，白小纯的炼制速度越来越快，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因这一次的压力，使得他超常发挥，那繁琐的环节与步骤竟推演得如此清晰顺利，所以完成的比以往还要好，看得白浩魂也都目瞪口呆。师尊似乎对于这16色火掌握更熟练了。此地对于白小纯炼火之法最了解的就是白浩，他的判断完全正确。此刻的白小纯，他的确是更熟练了，或许是因这一次的压力，又或许是他研究17色火的配方时有所领悟，反向推演之下，对于这16色火的掌握更加全面。此刻他在这第2次的炼制中，整个人已经彻底的忘记了自己是在与人比试，他全身心的沉浸在了炼火中，脑海灵感与念头不断的爆发之下，整个人陶醉无比，头发凌乱不说，双眼都开始出现了血丝，看起来已经是如同痴狂一般。这种状态他在通天河区域内炼药时偶尔会出现，可来到蛮荒后就很少了。眼下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得他的痴狂执拗再次展现出来。那15色火在他的手中好似拥有了灵动，如同火焰之灵，在他的四周扩散后，仿佛在雀跃舞蹈，吞噬大片的冤魂的同时，也环绕四方，隐隐的。被簇拥在内的白小纯，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这气势竟让他好似化身成为了火之君王。这一刻，不断的吸气声慢慢的消失，已经没有人开口说话，似乎生怕一开口，甚至一个呼吸就会打断了这他们一生都没见过的奇异画面。孙一凡与司马涛更是颤抖起来，
他们看着这个状态的白小纯，他们的脑海如被重锤砸中，嗡鸣不断，目中更是流露出无法置信，好像见鬼了似的。熔火镜孙一凡那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显示出他整个人现在的震惊与惶然。在蛮荒，炼火也有境界，熔火镜就是其中之一，那是心神与火融合，好似天人合一一般，甚至一切所谓的秘术都是为了模仿境界而生。可他们二人从未听说有玄品炼魂师能踏入熔火境，这是唯有地品才可去触摸，进而摸索的更高境界。这一刻，天地仿佛失色，似乎此地的一切光芒都变得暗淡，唯独白小纯这里成为了天地之间唯一的瞩目。他在那火焰中双手飞舞，火焰环绕，雀跃中相互凝聚在一起，眨眼间就多出了一道颜色，赫然成为了16色火。那16色火，白小纯没有收取，而是环绕在他四周，不断的旋转燃烧时，白小纯整个人却如同呆滞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可他的目中却露出疯狂的推演。他的脑海里浮现的是17色火的配方，是当初与自己徒儿商议后，徒儿所说的关于18色火配方的那2个方向的设想。第742集别开生面，白小纯在推演思索，可外面的哗然，在之前的压抑后，于此刻看到白小纯四周那环绕的16色火海，轰然爆发了。16色火海啊！这白浩只要完成了最后一步凝火，他就可以练出第2份16色火。神乎其神，别开生面！我从来没想过，有人炼火居然能炼制得如此绚丽。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熔火镜？四周众人喧嚷不断，实在是这一次他们的心神被震动得太过强烈了。10多万人嘈杂纷乱的声音，在这一刻如同一连串的天雷滚滚而过。好在白小纯此刻被火海环绕，整个人完全沉浸在推演当中，早已隔绝外界，否则的话，怕是都会被震醒。若是此刻醒来了，他必定会懊恼无比。周鸿目中闪动幽异的光芒，小狼神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身为天骄，此刻也都看出了白小纯的不对劲，有心去打断。可一想到，若是断了白小纯此刻的思悟，那么被人不耻不说，甚至狂暴之下的白小纯，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于是心中纷纷郁闷作罢。该死，我们什么时候对一个人动手要如此顾虑了？李天胜咬牙切齿，可却只能内心苦闷。看到周鸿也都目中光芒暗淡后，知道周鸿都不敢，自己这里更是不敢动手去打断了。这也是个疯子，我用些手段对付他可以，若是此刻打断他的明悟，此人狂怒之下，真有可能不顾一切干出捅破了天的事情。周鸿苦涩叹息摇头，实在是白小纯在炼魂湖的举动，把整个蛮荒都震动了，更给身处其中的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就在周鸿等人思索时，下方的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目中露出绝望。他们身为玄品，看得比其他人更准确，他们已经判断出来了，在这个境界中的白小纯，他们根本就没法去比了。那环绕在其身边的16色火，外人觉得还需白小纯凝火，可他们二人早就看出，这白小纯对16色火的掌握已经到了一种让他们匪夷所思、无法想象，甚至说是惊天动地的程度。那是完全的掌握，那是一个念头就可让其凝火的境界。怎么比孙一凡与司马涛？苦涩中也有不甘心，二人双眼慢慢赤红，看着手中已经炼制成功的第4团15色火，此刻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方法：去拼一下运气，将这4团15色火陆续晋升。若运气好，说不定能抢先一步完成3份16色火。虽机会渺茫，可这却是唯一的办法了。拼了！孙一凡红着眼狠狠一咬牙，司马涛那里也是输红了眼，整个人好似垂死挣扎一般，准备去赌一把。可就在他们有了决断的瞬间，白小纯那里猛地抬头，竟痴狂的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起来，脸上表情更是兴奋莫名，眉飞色舞。我懂了，我明白了，这方法可行啊！我要试试，一定要试试！白小纯激动无比，他脑子里始终在琢磨徒儿那里所说的关于18色火的配方，其研究出的那2个方向的方法。一个是用大量的17色火去演变，这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创新了，因为冤魂已经不再是主要，重点是17色火。另一个办法是让多色火处于火海的状态，在那种状态里增加颜色，直至到了18色后再去真正凝火。这个办法比第一个还要惊人，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创新，颠覆了之前一切传统的炼火之法。毕竟18色火的配方当时罕见，就连巨鬼王都没有，可见一斑。而一旦成功炼出18色火，就代表着成为了整个蛮荒内少之又少的地品炼魂师。任何一个地品，其地位之高都不比王爷弱，实在是地品炼魂师整个蛮荒，如今只有3人，比半神都少。白小纯此刻振奋之情难以名状，他将气息略作平复，根本就没有去想太多，也早就忘了此刻正在比试，而是念头一转，右手抬起时一挥，顿时这四周的16色火就轰然而来，凝聚在手中后，化作了真正的16色火。还没等众人哗然赞叹，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还没来得及炼制16色火，白小纯这里就激动中冲出，猛地左右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在孙一凡与司马涛身边各自漂浮着的4团15色火。他眼睛顿时一亮，此刻急于尝试脑海里的办法。他根本就没理会孙一凡与司马涛，直接上前，速度之快刹那临近，大袖一甩，一股大力就轰然爆发，天道元婴之力更是散出，形成一股无法被撼动的风暴。横扫之下，孙一凡与司马涛根本就没有丝毫防备，就立刻被这风暴卷着，全部倒退出去，离开了这比试的中心区域。白浩，你干什么？白浩！二人嘴角溢出鲜血，也都被白小纯这举动弄懵了。四周众人的声音更是喧哗刚起，就戛然而止。玄佑全部傻眼，唯独白浩魂，他目露异彩，隐隐猜出师尊的做法打算后，也不由得激动起来。白小纯根本就听不到孙一凡与司马涛的话语，他此刻眼中只有二人留在原地的那8团15色火，大袖一甩，竟在孙一凡与司马二人的怒吼下，将那8团15色火全部收了过来。这一幕立刻让四周众人全都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可思议的望着白小纯。白浩他要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比试吗？怎么突然动手了？还抢了人家的火团，这还怎么比啊？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怒吼不断，可心中却是松了口气，甚至还有窃喜。白小纯的这番举动正好化解了他们的尴尬与愁绪，甚至他们更可以倒打一耙。就连周红等人也都立刻狂喜起来，尤其是妙玲儿更是美目流盼，喜不自禁。按道这白浩自己出了昏招，就算有优势，也必定落人口实。陈曼瑶看得焦急不已，可事情已经发生，他也没办法化解。就在这四周众人全部都被白小纯的行为震动时，忽然的白小纯那里，他手中的2团16色火竟突然的扩散开来，甚至彼此融在了一起。一团16色火的火海本就惊人，如今2团叠加在一起，更是漫天。四周众人顿时感受热浪扑面，一个个面色变化中迅速后退，使得中心区域更大了一些。我需要10团16色火。白小纯喃喃，目中露出疯狂。在这16色火散开后，按照脑海里的直觉以及灵感，竟将那8团15色火全部融到了那16色火海中。瞬间，轰鸣之声震天而起，这火海顿时暴涨数倍，惊天动地，距离很远都可看到火光映天。四周众人骇然失声，再次后退，纷纷心惊肉跳，就连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不再窃喜了，而是被白小纯的举动弄得头皮发麻。他要做什么？天哪！这火海若是出现不稳，一旦爆开，就出大事了。无数人胆颤心惊时，四周那些魁皇城的侍卫也都一个个紧张无比，急速而来，环绕四周，一方面压制众人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快速布置阵法，将白小纯笼罩在内。他们不敢去打扰白小纯，一旦打扰，火海爆发，那乱子就大了。同时更是快速将此事禀告上去。周红目光一闪，再次心下蠢蠢欲动，可很快就放弃，他也不敢在此刻做手脚，否则的话，他的麻烦也很大。就在这众人紧张时，白小纯在那阵法内双手掐诀，操控火海。那火海有灵，在他手中似乖巧无比，不断的环绕后，直接将那8团15色火吞噬融合，渐渐的，竟使得那8团15色火彻底融入到了火海中，无论怎么看都成为了16色。只不过这16色火的量太惊人，看得所有人都心头狂跳。虽如此，可那惊呼声依旧传出：16色居然全部成为了16色！一旦凝火，白浩就可凝出10份16色火。天啊，这怎么可能？孙一凡与司马涛面如死灰，彻底愣在那里，呆呆的看着那团惊人的16色火海，脑海嗡鸣。可事情显然还没有结束。第743集，震撼全城。白小纯目中神采闪耀，操控四周这片惊人的16色火海。他的气息沉稳，但心中的激动让他整个人亢奋无比，依稀好似回到了当初炼药时，每次有了灵感后，他都好似有只小手在心头挠痒痒。17色！白小纯大吼一声，双手掐诀，立刻那团16色火海竟猛地旋转起来。在这旋转中，不需要任何的冤魂，可其内的热浪却是越来越强烈起来，更是肉眼可见的，这团火海居然在缩小，如同压缩一样，逐渐的成为了万丈范围，还在继续压缩。而其内的火力越发的惊天动地，热浪之下，使得白小纯四周的一切虚无都扭曲了。八方的人群纷纷骇然中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而是急速后退，直至退出了数万丈外。他们也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有人都心头震颤不已。尤其是此刻，远处更多的魂修也都察觉到了这里的滔天的火光纷纷来临，甚至还有更多的侍卫也都出现，将此地彻底封锁。实在是此刻的白小纯太可怕了。一旦那火海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周红也都紧张无比。至于孙一凡与司马涛，他们二人身体哆嗦，面如死灰的同时，在他们的目中居然出现了一丝激动。他们虽与白小纯是对立，可他们同样是选品炼魂师，对于炼火，他们有自己的追求与见解。此刻亲眼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炼火手段，这让他们如何不激动？
甚至与白小纯的比试，此刻也都没人去在意了。所有人的目中只有那如日中天的火海中的身影。那火海还在旋转，轰鸣之声惊天动地的不断传出。在这收缩下，火海从万丈变作了8000丈，而后6000丈，直至成为了5000丈、3000丈乃至1000丈。在这一刹那，突然的，从那1000丈的火海中猛然间多出了一道颜色。这片火海竟在这万众瞩目下成为了17色。这17色的出现，让所有人，包括那些侍卫在内，全部都如天雷轰顶。哪怕之前有所猜测，可眼下真正看到的一瞬，所有人都疯狂了。实在是这一幕打破了他们的思维，彻底颠覆了传统，开创了炼火历史上新的篇章。不需要魂，只需要火，就出现了17色。我没看错吧？前所未闻。这白皓从此必定飞升蛮荒，在炼火上他竟能开创先河。无数人惊呼时，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身体颤抖。今日的一切足以影响他们以后的炼火之路。此刻都在注意白小纯，没有人注意到，在角落里，白皓魂看向白小纯的目光带着超出众人的激动，更有满足。他知道自己的师尊是在验证自己提出的18色火的配方之法，而这种宝贵的实践对于他创造18色火配方至关重要。他需要记下每一个画面，他有信心与把握。经历了这一次的事情后，他对于18色火的配方已经10拿9稳。18色火一想到自己能创造出18色火的配方，白皓魂想到的不是荣耀，不是名声，而是18色火可以对师尊起到极大的作用，更是能让师尊这里成为地品炼魂师。自己的师尊尽管有各种不靠谱，但他与师尊之间的师徒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是自己唯一的亲人。更是在这个时候，有数道天人神识蓦然降临，也都是被震惊吸引过来。在看到这一幕后，即便是天人也都内心一震。他居然还没有停下，很快的，四周就有人反应过来这一点后，讶异惊呼之声更大。他没有停下，也没有收起凝火，他这是要，他莫非是要炼制18色火，突破玄品，成为我蛮荒第4位地品炼魂师？随着声音的传出，四周刹那寂静，可眨眼间，比之前还要强烈10倍的喧嚷猛地爆发出来，轰鸣充斥这方天地。地品白皓真的是要去冲击地品，在数十万人的关注下去突破，不管他能不能成功，这份气魄令我等佩服。人声鼎沸中，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此刻也都胸膛起伏，激动中更有无法形容的羞愧。他们此刻似乎才真正的认识了白小纯，更是自惭形秽。如此气魄，开创无辈所不能，这是我蛮荒炼魂师中的不世出的天才啊！我们怎能去得罪他？二人目光对望，都看出了彼此的思绪。就在这众人猜测与惊呼时，阵法内的白小纯猛地抬头，他修为在这一刻鼓荡而起，不断的爆发之下，口中更是传出如天雷般的低吼。18色。随着声音出现的是那火海旋转中伴随而来的更为惊人的隆隆声，那火海的转动速度越来越多，更是急速收缩。1000丈、800丈、600丈还在缩小，虽已经只剩下几百丈的范围，可其内的火热之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强烈，那种危险的感觉更是彻底爆发出来。轰轰轰！眨眼的功夫，这火海就只剩下了300丈。白小纯身体开始出现颤抖，他的神识之力急速耗费，他的修为也都有些支撑不住。这种炼火方式对于修为也有要求，他要去操控这火焰压缩，同时对于肉身一样有很强的倚仗。若是换了肉身不强悍者，根本就无法支撑到现在。我还可以继续，我相信这个办法能演变出17色，就一定可以演变出18色，哪怕只是一丝也足以证明我徒儿白皓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白小纯双目已经赤红一片，内心咆哮，此刻仰天大吼一声，再次操控那300丈火海继续的压缩起来。轰隆之声又一次惊天动地，那300丈的火海在这旋转压缩下再次缩小，200丈、100丈、50丈、30丈、10丈。就在这火海成为10丈大小的刹那，其内的颜色竟出现了波动，在这波动中隐隐的有些看不清到底有多少颜色了，可其内的火力却是在这一刻似乎正要发生一些奇异惊人的蜕变。这一刻没有人在说话，所有人的一切心神都凝聚在了那小片火海上，看着那火海从10丈变成了7丈、5丈、3丈，直至1丈，从数万丈凝聚成了1丈。在这一瞬间，突然的，这火海中的颜色有那么一刹清晰显露，不是17色，而是多出了一道好似神圣的，让人说不出具体颜色，可却终身难忘的色彩。18色。天地在这一刻变了颜色，狂风骤起，浮云退散，而在那更高的苍穹中，厚重的云层翻滚，似有天劫凝聚，威压整个魁皇城。这一刻，魁皇城轰动，无数强者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似可撼动生命的悸动，全部心神狂震，猛地看去后，失声惊呼，在这魁皇城内多处同时传出，那是18色火。红尘女也在巨鬼军团内
被葵黄城内的火光震撼，神识急速扫去后，当他看到白小纯后，整个人如被雷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样是在这一刻，天空上的皇宫里，天师殿内，葵黄朝的大天师，他缓缓睁开双眼，如俯视人间般看向白小纯。明皇选择之人，更能炼出一丝18色火。此人不简单，他会是那个白小纯吗？明皇啊，你到底是何意呢？许久，大天师喃喃，重新闭上了眼。在这八方风云动的时候，白小纯面色苍白，体力以及修为极大程度的消耗，整个人似被掏空。他看着那一丈的火海，在极短的时间内，随着18色的出现，急速的消耗与缩小，一切只是持续了3个呼吸，那一丈火海就刹那间被消耗一空。18色的火焰如昙花一现，刹那消失。在其消失的瞬间，白小纯喷出一大口鲜血，落到地面上，有些踉跄的后退几步。而四周的所有人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是沉默了很久，有些遗憾之余，纷纷看向白小纯。他们的目中露出的是热切，是尊敬。所有人，包括那些侍卫，全部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尽管白小纯失败了，可虽败犹荣。那毕竟是18色火，那是唯有地品才可以炼出的神火。而现在，白小纯走出了独特的炼火道路，自出机杼，打破了其他人不敢跳出前人配方的禁锢，成为了半步地品。哪怕那18色火只存在了3个呼吸，只有一丝，可依旧是惊天动地，轰鸣世间，又有谁能说得准？如今只能炼出一丝18色火的这个白皓，未来某一天，不会真正的炼出18色火，成为整个蛮荒养之弥高的第4位地品炼魂师呢？第744集，白大师。四周所有关注之人，此刻都看着白小纯，他们的心情激荡不已。亲眼看到了18色火，尽管只是一丝，尽管只是刹那芳华一般，可这是18色火。要知道，整个蛮荒亲眼看到过18色火之人实在是太少了。对于绝大多数魂修而言，18色火那是传说中的存在，那是只停留在言辞里，可却几乎没有真正见过的神圣之物。可眼下他们看到了，而满足他们这一愿望之人，自然而然的就被所有人牢牢的记在了心中，怕是这一辈子都很难忘记。白皓魂在远处看着这一幕，激动不已。他虽有开创先河、惊艳绝伦的炼火资质，可却仅仅是资质而已。似乎他的才情全部都在炼火上了，对于修炼的资质则很是一般。他明白，如果没有师尊，那么自己的理论想要实现难度太大了。且他也在自己师尊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别人虽也具备，可却明显不如的特质，那就是执着。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风采被师尊遮盖的感觉，对他来说，只要师尊光芒万丈，自己能去帮助，就已经很满足开心了。他的野心不大，他的不强，他生前在意的是亲情，如今复活成魂，依旧还是在意亲情。对他来说，白小纯是自己的师尊，也是自己的亲人。人群中还有一个人，此刻心情复杂，此人就是陈曼瑶。他默默地看着白小纯，原本内心对于白小纯的身份已经有了80%确定的他，此刻忽然有些迟疑了。他知道白小纯擅长炼药，可炼药与炼火那是截然不同的2个体系。眼前之人在炼火上的表现越是优秀，他就越是不敢将2个人重叠到一起。他真的是白小纯吗？陈曼瑶沉默迟疑。在这众人思绪不同，所有人都看向白小纯的同时，白小纯也深吸口气，平稳了一下修为的起伏。之前炼制18色火，让他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心神，此刻疲惫感一如海浪一样掀起，以他的肉身都觉得全身似都酸痛起来。而那熔火的雾境，此刻也自然而然地散去了。他的神智也从炼火上苏醒，想起了自己是在比试，想起了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后，白小纯睁大了眼，有些发懵。这我干了什么啊？白小纯顿时紧张，可看到四周众人那望向自己时的崇敬的目光，白小纯眨了眨眼，忽然觉得激动起来。我炼出了18色火，天啊！白小纯振奋中，再次深吸口气，背着手，抬起下巴，琢磨着此刻的自己很有必要在这万众瞩目下去说出一些高深莫测的话语，于是赶紧搜肠刮肚，脑海中念头转动。可还没等他想到如何去卖弄时，忽然的，天空上的那些权贵天骄中的周红，他的面色青红不定中骤然一凝，猛地就向着白小纯低喝一声：“白皓，这场比试，你以破坏孙一凡以及司马涛炼火的方式取胜，可这场胜利的本身是你违反了规则，所以你输了。”周红双目一闪，声音斩钉截铁般传出，立刻就让四周众人在听到后纷纷想起，这一次是白小纯与司马涛以及孙一凡在比试，而按照道理，那周红所说的并非虚假，这就让所有人都迟疑起来。周红内心此刻也都忐忑，更有苦涩。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居然惊艳到了如此程度，竟开创了先河，甚至炼出了一丝18色火。他可以想象，未来的日子里，自己若是想再找这白小纯的麻烦，怕是难度将更大一些，除非是他们这些权贵亲自出手才有可能。只是一想到炼魂湖内白小纯的生猛，
就算是周红也都心头一跳，所以他此刻抓着这一点，哪怕在这个不适合的时候，也要去咬定这个事实。毕竟这的确是一场比试，按照比试的规则以及白小纯之前的做法，他就是违反了规则。几乎在周红开口后，立刻小狼神、李天胜等人也都目光一闪，纷纷开口：“没错，白浩，这次你输了。干扰孙大师与司马大师炼火，白浩，你虽炼出一丝18色火，可这比试本身，你终究是输了。”白小纯眼睛一瞪，他知道自己此刻气势正盛，于是正要开口反驳，甚至引起众目来对抗周红。可就在他要开口的刹那，孙一凡的身影从人群内走出，他竟向着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无论是神情还是态度都极为诚恳，没有丝毫做作，甚至目中都还带着强烈的尊重。白大师，孙某服了。这次比试，孙某认输。在孙一凡话语传出的刹那，四周一瞬安静，旋即出现哗然。天空上的小狼神等人更是急了。周红也快速开口：“孙大师，你小王爷莫要多说，孙一凡还是知道自己的斤两，在炼火的造诣上不是白大师的对手。”孙一凡言辞很是果断，他实在是不想去得罪白小纯了。他明白的，在白小纯身上看到了有踏入地品的可能，这个可能比所有人都要多了数倍不止。这样的人如今已经是成长起来，压抑不住，那么只能低头。不但是孙一凡低头，司马涛沉默中也是调整了下呼吸，走上前来，同样向着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白大师，司马认输，之前多有得罪，还望白大师不要介意。”眼看司马涛都这么开口了，四周众人议论之声也都随之而起。至于半空中的周红等人，一个个面色变化，一阵青一阵白，内心憋屈无比。周红更是脸都紫青，但却没办法，孙一凡与司马涛都主动认输了，他又能怎样？此刻更是觉得无言在此，咬牙中袖子一甩，化作长虹急速离去。小狼神与李天胜等人也都心底长叹，转头离开。二皇子在此期间一直沉默未发一言，这时也是径自飞走。白小纯有些诧异，没想到这件事情都不需要自己出手，孙一凡与司马涛就帮着自己化解了。此刻看向孙一凡与司马二人时，白小纯也有些心里过意不去，毕竟之前可是他动了魂药的手脚。两位大师万万不可如此！白小纯赶紧上前将孙一凡与司马涛扶起，不让他们弯腰拜见。炼魂一道，长者为先，我蛮荒若没有一代代长者为了炼火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又岂能有我这等晚辈在前人的基础上去改动配方，做出创新？那一丝18色火纯属侥幸，是我白浩站在了前辈的肩膀上，才可以去窥看到的苍穹一角啊！今天这比试我没有赢，两位大师更没有输，而是在两位的相助下，让白某获益匪浅。可以说，若没有两位大师，白某今天必定无法去炼出那一丝18色火。多谢两位大师。白小纯做人圆滑无比，此刻又心有愧疚，言辞真挚的开口后，更是退后几步，向着孙一凡与司马涛抱拳弯腰深深拜下，态度比他们之前还要诚恳。当着数十万人的面，甚至半空中还有天人神时，白小纯的这种做法立刻就让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心神动荡起来。他们之前的道歉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无奈之举，可眼前自己的低头换来的不是趾高气扬，而是白小纯这里更加谦虚的真诚后，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呼吸急促，神情激动起来。他们更是明白，白小纯的这番话语被四周这么多人听到，对他们来说也都有极大的好处，不但可以化解之前魂药的事情，更是能将名气抬高不少。二人感动，看着白小纯，三人目光对望，都大笑起来。至于周红离去的身影，他们没有去看一眼，彼此之间隐隐还觉得相见恨晚，竟一起去了白小纯的铺子，准备在炼魂的造诣上长谈一番。而四周众人，甚至天空上的天人神识，在注意到白小纯的这番话语与举动后，都是心中一赞，对于白小纯这里的为人处事，都不由得欣赏起来。这才是大师风范啊！化干戈为玉帛，说来容易，可能做得如此漂亮，非常人能及。如此做人，难怪能在巨鬼城内声名迭起。那臭名昭著的名声，想必也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这白浩，我从此服了。第745集又来了。眼看白小纯与孙一凡以及司马涛离去，四周众人在这议论中也都逐渐散去。他们心情此刻还在激动中，在这离去时，还不时的拿出传音预检，将今天的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向着各自的亲朋好友谈论起来。可以想象，白小纯这里怕是用不了多久，在这葵黄城中就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白小纯最后的那圆滑的言辞，以及让人赞叹的为人处事，却是让已经对白小纯的身份在80%确定后，又产生迟疑的陈曼瑶双眼内露出奇异之芒。不对劲儿，我记忆里那白小纯做人也是如此，很是圆滑，且善于化解敌意。当初血熙宗与灵熙宗，那在任何人看去都必定会有一番死战的争斗，都被白小纯化解了。陈曼瑶心底再次升起怀疑。随着人群默默离去，可就在他回到自己居所的路上，还没等到家，他脚步忽然一顿，目中刹那间就露出异彩。
还有那魂药上的手脚，如果真的是此人弄出的话，倒也吻合。毕竟这白小纯在血溪宗可是有温魔的称号，而且最重要的线索是，这一次他的做法与当初在星空道极宗内天空会坑他的办法几乎是一模一样。陈曼瑶胸口起伏，呼吸不再平静，想起炼魂湖内白小纯的背影，还有在自己的试探下对方的表现，以及之前做人的方式，再加上与天空会一模一样的手段，这一切重叠在一起后，陈曼瑶笑了。她本就人美，此刻这么一笑，顿时如百花盛开，似乎她四周的街头也都因这一笑，在别人眼中明亮起来。她必定就是白小纯。陈曼瑶心底有强烈的喜悦，她侧头遥遥看向白小纯铺子所在的89区，轻哼一声，带着心底的兴奋，脚步轻快地离去。白小纯还不知道自己的圆滑与世故已经暴露了身份，如果知道的话，他一定觉得毛骨悚然，认为女人实在太可怕了，那种细节上的注意实在是让男人防不胜防。此刻的他正在铺子内与孙一凡以及司马涛相谈甚欢，三人将自己在炼火上的经验与技巧相互交流，越谈越是兴奋，时而有爽朗的笑声传出，让四周的店铺店家也都感慨不已。直至第二天，孙一凡与司马涛带着满足更有收获，向着白小纯抱拳，心悦诚服的告辞，并让白小纯一定去九幽城以及零陵城，届时他二人将盛情款待。白小纯满口答应，孙一凡与司马涛这才离去。至于那铺子，他们看都不看，化作长虹，直奔传送阵所在方向。白小纯目送二人离去，也很感叹，这一夜的沟通对孙一凡与司马二人来说收获不小，可对他而言收获一样极大。白浩魂始终是在白小纯身边跟随，听着三人的谈论，对于炼火之法也都有所明悟，更是对于自己这师尊在做人上越发的佩服。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如师尊，暗道若自己生前在白家时能有师尊这般，怕是无论是处境还是未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感愧时，师徒二人回到了铺子里，时间流逝，很快就过去了7、8天。这7、8天里，这师徒二人多次沟通，一起研究与商讨，不但白小纯17色火的琢磨更为透彻，白浩魂那边对于18色火的配方也都越发的完整起来。同时，铺子的生意也一下子暴涨，可以说一切都在向着好的一面发展。白小纯心满意足，对于这铺子的归属感也都强烈了不少。实在是这铺子是他们师徒二人一次次的与外人斗智斗勇之后，这才成功的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店铺发展到了如今满城皆知。这过程的时间虽不长，可其中遇到的事情却很曲折，每次白小纯想起都很唏嘘。可白小纯发现自己似乎没有那种能享受平静生活的命，每次当他很得意、很满足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眼下他的满足还没到10天，就再次头痛起来，因为陈曼瑶来了。在3天前，陈曼瑶就第一次踏入到了白小纯的铺子里，正趴在案台上，看似睡觉，可实际上却是脑海研究17色的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对劲。抬头之后，在看到陈曼瑶时，他顿时傻眼，脑袋更是嗡了一声。陈曼瑶似笑非笑地看着白小纯，也不将其身份挑明，只是来练灵。白小纯苦着脸，有心不去练，可看陈曼瑶的样子，明显不会罢休，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练了。可紧接着第2天，陈曼瑶又来了。眼下是第3天，店铺刚一开张，陈曼瑶那优美的身姿、绝世的容颜就又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陈姐姐，你怎么又来了？白小纯一拍额头，悲呼起来，叫我姐姐也好，白小弟怎么不欢迎我？陈曼瑶巧艳嫣然站在白小纯的面前，身上的清香钻入白小纯的鼻尖，可白小纯却没心情去欣赏陶醉，只能苦笑地看着陈曼瑶。他算是看出来了，眼前这陈曼瑶时有是认出了自己，可只要对方不点名，白小纯也不敢去直接道出，只能继续装傻。只是他这演技在别人看来或许没什么，可在本就对他已经近乎肯定的陈曼瑶眼中却是漏洞百出，越看越觉得有意思。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偏偏就不去点破，让白小纯这里很是难受，只能尽最大的可能去躲着陈曼瑶。只是这陈曼瑶丝毫不着急，白小纯若躲着他，他就索性在这店铺里帮白浩魂一起去接待来往的顾客。而陈曼瑶在葵黄城名气太大了，天师之徒不说，她本身的美貌也使得她在葵黄城中追求者无数。如今她竟然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店铺里，若仅仅是出现也就罢了，可她竟仿佛老板娘一般，在那里照顾来往的客人，这就让所有看到的魂修都内心狂震，对于白小纯这里的强悍与生猛再次有了认识。这消息也快速的传开，这就让白小纯心惊了。不但他心惊，白浩魂也紧张啊。原本师徒二人好好的，眼下突然多出了一个女子，且不但人美，他更是从自己师尊的表情上看出师尊与这女子明显关系不一样，莫非这是师母？白浩魂想到这里更是紧张，又不敢确定，暗中去问白小纯时，白小纯也没心情回答，他心底正烦恼呢。只是让白小纯再次没想到的是，他这烦恼才仅仅是开始，
因为在陈曼瑶到来后的第8天，他的店铺里居然又来了一个女子。这女子一样相貌俏丽，身姿妙曼，偏偏玉手上戴着紫色的手套，整个人看似小巧，可却总是给人一种似乎蕴含了狂暴之力的感觉。这豹女正是凌凌城的郡主许珊。许珊对于白小纯极为执着，当初被凌凌王带走后，他还主动提出让凌凌王去提亲，这就让凌凌王傻眼的同时，对于巨鬼王更是怒意大增。为了让自己这女儿回头，他不惜将其献卒，直至如今。可这许珊的坚持让凌凌王也都无语，最终还是被许珊偷跑出来。他本打算去巨鬼城找白小纯，但在路上时听说了白小纯在葵黄城的事情，顿时就改变方向，兴致勃勃地杀来了。与陈曼瑶的婉约不同，许珊性格狂暴直接，在进入白小纯的铺子后，看到白小纯的第一眼，他就大声开口：“白浩，我喜欢你。”这句话让白小纯都快哭了，白浩魂也都一哆嗦，心里悲呼自己的名字真的被师尊玩坏了。而陈曼瑶也是秀眉蹙起。第746集，大黑是谁？许珊的直接让白小纯的头更大了。他绝望地发现自己这么一个万夫长、巨鬼城大总管、蛮荒内著名人物，对于上百天骄自己都敢绑，天人也都敢战，半神王爷自己都曾敢拍起脑袋，可是却在这男女之情上栽了跟头，束手无策。这一天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许珊与陈曼瑶之间似乎在这一天里发生了一些矛盾。好不容易挨到了黄昏，白小纯早早的就将店铺的门关上，眼看许珊以及陈曼瑶走了，他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屋顶，一脸悲愤。我可是情圣啊！白小纯悲呼，这以往让他很得意的自称，眼下却让他觉得无奈至极。怎么又是这样？当年宋君婉与侯小妹就差点把我给玩死，我到了蛮荒已经够小心翼翼了，生怕自己的优秀太过于吸引女孩子的喜欢，我都用了徒儿白浩的样子了，没用自己那俊朗的容颜，可为什么还是被人喜欢的苍天啊？你为何如此对我？白小纯狠狠地一拍胸口，大有一副撞天驱却叫天天不应的感觉。可一旁的白浩魂却是睁大了眼，听着师尊的话语，他神色有些小郁闷和无奈，摸了摸自己的脸，有心去反驳师尊，可看到师尊现在的状态不太正常，他犹豫了一下，只能认了。难道真的是我的优秀已经到了无视了容颜，穿越了时空，超脱了一切，只是凭着我的气质，凭着我纯洁的灵魂，就可以让无数女子为我疯狂的程度吗？白小纯愤懑的捶胸顿足不已。难道我白小纯真的已经到了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了吗？我该怎么办？优秀不是我的错啊！白小纯用力的摇了摇头，在那里大发感慨时，白浩魂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被自己师尊的这些话强烈的刺激到了，忍不住回了一句：“师尊，你是真的在自责，还是在得意的炫耀啊？”白小纯立刻转身，肃然的看着自己的徒儿，眼睛一瞪：“徒儿，你难道没看出来为师是真的在苦恼吗？哎，你不懂啊，徒儿，你知道吗？当年为师还是凡人的时候，就已经很烦恼了。村子里的那些女孩子，大花啊、大黄啊、大黑啊，她们都喜欢我，天天追着我。我拒绝了无数。”白小纯目中露出追忆，满是苦涩。白浩魂在一旁有些发懵了，琢磨着这大花听起来像是猫的名字，而大黄听起来像是狗的名字，可大黑是像什么的名字啊？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哪家的姑娘会用这个名字。本以为我踏上仙途后，可以从此不再这么吸引女孩子注意，可你不知道啊，没多久，侯小妹就看上我了，小嘟嘟也看上我了。我无奈之下，于是躲去了血溪宗。可哪里能够想到啊，宋君婉也看上我了。白小纯不知道白浩魂所想，继续深情感叹：“我能怎么办？我也不想啊。”于是我走了。可做梦也没想到，在逆河宗内，居然有成千上万的女弟子给我送情书。徒儿，你说为什么苍天要让我这么优秀？这到底是为什么？白小纯唏嘘，偷眼看向白浩魂，他开始是真的在发愁，可说着说着，自己却不知怎么的，就自然而然的美滋滋的得意起来了，甚至有些嘚瑟。白浩魂苦笑无奈的瞥了自己师尊一眼，他对于这些话语有些不信，只是他不晓得他的师尊此刻等的就是他的不相信。几乎在看到自己这徒儿面露不信神情的刹那，白小纯立刻一拍储物袋，顿时哗啦一声，上万封花花绿绿的情书就直接倒了出来，堆积成了小山，里面还有不少情书的样子，被折叠成了心形。你看，白小纯用悲愤掩饰着自己的得意。白浩魂吓了一跳，愣了会儿后猛然倒吸口气，脑海嗡的一声，这会儿已是瞠目结舌，满眼的不可思议与茫然。欣赏着自己这徒儿精彩的表情，白小纯内心的虚荣得到很大满足，将这些情书小心翼翼的收起，琢磨着等下次有合适机会还要继续用，更是暗道自己身为师尊，有必要让自己的弟子崇拜，所以要经常的去让徒儿知道自己身为师尊的厉害之处。没再理会白浩魂，白小纯站在那里，这一次是真的发愁了。半晌之后，他哭丧着脸回到了内屋，想了一夜也没想出解决的办法，只能长叹一声，用研究17色火来打发时间。可这事终究还是难以躲避。第二天，许珊与陈曼瑶接踵而至，尤其是许珊，她性格霸道，
更是直接坐在白小纯身边就不动了。白小纯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大有一副告诉所有人这是我家男人的感觉，不时的还要挑衅的看着陈曼瑶。陈曼瑶的面色也不好看，时而讥讽几句，往往每次一开口，许山说不过就直接大声交斥，要上前去动手。每次白小纯都吓得一哆嗦，赶紧拉开。白浩魂也跟着担惊受怕，对于二女之间的事情，他谨记自己是呆板的魂奴，不敢参与丝毫。这许山看来也是师母了。白浩魂深吸口气，打定了主意，自己就好好做个面无表情的魂仆，绝不让人看出破绽。白小纯也没心情去理会白浩魂，他觉得自己头发肯定都白了一些了，可却只能去安抚这两个女子，毕竟这店铺可是他的心血啊。他很担心这两个小女子打起来后破坏惊人，自己的店铺被殃及。可一天两天他还可以拉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半个月后，白小纯都要疯了。许山与陈曼瑶之间的火气也越来越强烈。终于在这一天，二女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陈曼瑶，你个贱人，你刚才说什么？许山，别人在意你的身份，可在我面前，你就是个只知道打杀的蠢丫头而已。许山与陈曼瑶相互怒视，眼看就要出手，铺子里此刻还有不少魂修，也都赶紧退后看热闹，甚至外面的行人也是这样驻足看戏。实在是白小纯这里，好像经常都会出现一些让人直呼过瘾的大事。白小纯在内屋正研究17色火，听到外面的吵闹后，他吓得一哆嗦，都快哭了，赶紧冲出，站在了许山与陈曼瑶的中间，苦口婆心的劝说。可这一次，他的劝说似乎没用了。眼看二女真的要出手，白小纯在压抑了这大半个月后，终于无法承受，大吼一声：“够了！”白小纯声音如天雷传出四方时，一片震动，四周那些顾客以及外面看热闹的众人，一个个却精神抖擞，暗呼好戏要开始了，顿时目光炯炯的看去。许山与陈曼瑶也都被白小纯的嗓门镇住，向他看了过去。许山，你告诉我，你喜欢我什么地方？白小纯深吸口气，首先看向许山。许山原本气势汹汹，一听这话，有些脸红，低头罕见的扭捏起来。这么多人看着他，低声说道。白小纯再次头大，一把抓住许山的肩膀，肃然的看着许山，认真的说道：“告诉我，你喜欢我什么地方？我一定改。”这话语一出，四周众人纷纷没忍住笑了出来，之后赶紧继续观望。许山则是睁大了眼看着白小纯，那目中的深邃让白小纯都觉得有些不忍这么去对待一个喜欢自己的小姑娘了。可就在这时，许山忽然笑了：“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一点。”这句话一出，白小纯登时傻眼了，甚至许山说着说着，他双手抬起，不再是白小纯抓着他的肩膀，而是他勾住白小纯的肩膀，竟飞速的在白小纯脸上吻了一口，这才退后重咳一声：“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人了。”白小纯内心顿时哭天喊地，被许山彻底打败了，只能转头看向陈曼瑶，正要开口时，注意到陈曼瑶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后，白小纯心底虚的慌。要打你们出去打好吗？白小纯长叹，面色灰败，他觉得自己对于男女之情真的是没办法了。此刻苦恼中转头回了内屋，心底发誓，外面就算是打得再厉害，也都不出去了。第747集，我们去为民除害。说来也怪，白小纯打定主意不出去后，陈曼瑶与许山竟不打了，而是各自在这店铺内占据了一块地方，似乎他们的乐趣已经不在白小纯身上了，而是彼此去比试。比试的方法也简单，看谁这里卖出的魂药多。于是进入店铺的客人往往要面临一个选择，是选择在天师爱徒那里购买，还是王爷爱女那边。这就让他们纠结起来。好在这铺子内还有白浩魂在，于是这些人一窝蜂的就到了白浩魂的面前购买。白浩魂这个时候也都提心吊胆，他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之前为了不参与进去，摆出一副表情麻木，只知道遵从主人吩咐的魂仆的模样。此刻若是也学着白小纯去内屋，立刻就露馅，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在身边两侧如同利剑般的目光下，还不能哆嗦的去接待客人。可以说整个生意都乱了。而陈曼瑶与许山眼看如此，也都彼此卯上了一般，竟发动各自的人脉与势力，一个从葵黄城内叫人，一个从灵城叫人，使得更多原本不会来这里的魂修只能到来去二女那边购买魂药，且都很是豪爽，出手极为大方。这也就间接的让白小纯这铺子收益为之暴涨。每天夜里，白小纯听着白浩魂说着收益，他都心惊不已，最终叹了口气，任由此事这么发展，自己这里则是绝不走出内屋，日夜研究17色火，使得他对17色火已经渐渐要了如指掌，甚至偶尔还会尝试炼制，虽都失败，可白小纯相信自己的17色火应该快要炼出了。但更大的麻烦也已经开始出现，随着陈曼瑶与许山这大半个月的到来，这件事情已经传开，尤其是二女让人来购买魂药的针锋相对，使得此事大范围的传开，轰动整个葵黄城的权贵。要知道，无论是陈曼瑶还是许山，在蛮荒的权贵圈子中都是天之骄女一般的人物，无论是身份还是家世，又或者是自身的修为，
才情相貌都是数一数二，这样的女子自然追求者无数，甚至有好事之人将她们两位与红尘女一起并列为蛮荒三大天女。倒不是说再没有其他女子有她们这样的美貌，不过这三位却显然是各个方面都是顶尖，就连皇子都被吸引，由此可见一斑。他们的追求者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之前，白小纯这里本就因红尘女那里被一些人暗中看不顺眼，知道了她是巨鬼王钦定的红尘女的道侣，但却都克制住。只是如今随着陈曼瑶与许山的出现，更多的追求者们一个个坐不住了，纷纷打探，甚至还有一些亲自到了89区去证实。当亲眼看到了陈曼瑶与许山针尖对麦芒一样在那里似争风吃醋般的举动后，这些人都心里无名火起，同时又觉得陈曼瑶的这些做法与众人印象中的她不大一样，同时对于白小纯的艳羡与嫉恨也随之升起。但好在白小纯的名气不小，无论是炼魂湖内强悍的战力，还是那一丝18色火的出现，都让人有所忌惮。只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谣言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在葵黄城的权贵中间慢慢传开，愈演愈烈。这谣言简单直接，说的就是炼魂湖内的事情。谣言里点出陈曼瑶为何对白浩如此反常，那是因为当初在炼魂湖内，陈曼瑶被抓住后与白浩孤男寡女，而白浩在巨鬼城时声名狼藉，连人妻子都夺走，可见为人好色，称之为也不夸张。这么一个绝世美女与一个独处，必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更有手段，使得那陈曼瑶服服帖帖，这才会在他来到葵黄城后，陈曼瑶出现这么反常的举动。同时，这谣言里也提到了许山，言辞相差不多，都是点出这许山也一定是被那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而如今死心塌地。同时也证明了这的确有些本事，居然将这三大天女一网打尽。这谣言开始还是小范围的传播，可很快的就扩大了影响。到了最后，所有的权贵天骄都在议论。有人在听到这谣言后顿时发狂，不断咆哮，也有的则是咬牙切齿，对于白小纯那里恨之入骨，还有的则是表达不信。可每次有不信这谣言的话语传出时，都会有人去反驳。那白浩是什么人啊？那是连别人妻子都不放过的星号。陈曼瑶则是绝世美女，当初落在他手里好几天，基本上应该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证据确凿啊！不然为何陈曼瑶反常，许山也如此？这该死的星号，他就是一个祸害。这谣言越传越生动，到了最后，甚至都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有了证据。各种言论在这葵黄城内的权贵中爆发，甚至还扩散到了下层的魂修之中。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陈曼瑶与许山也都听说了这谣言，二女愤怒不已。可他们的辩解之声，在这已经成了气候的谣言下，根本就是小石头落入了大海，掀不起丝毫波澜。到了最后，他们也都承受不住时，凌灵王大怒，安排了麾下一位地宫天人亲自来了葵黄城，将许山带走。至于陈曼瑶这里，也被其师尊大天师下令带着委屈离开，被禁了足。随着二女的离开，这件事似乎应该告一段落，可偏偏那谣言更为散播，不断的挑起葵黄城内那些权贵子嗣的怒意。这怒意一叠加，终于在这一天彻底爆发了。这白浩必须要死，我们要为民除害！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发出怒吼，冲了出去。很快的，整个葵黄城的权贵子嗣纷纷冲出，这里面不是全部都失去理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清醒的，如小狼神、李天胜等人。可越是清醒，他们就越是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甚至这造谣中，他们也暗中推动，这才使得这一次的谣言如此疯狂。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大量权贵天骄，其中有一半都是元婴修为，余下都是结丹，一个个带着滔天的杀机冲向89区，冲向白小纯的铺子。周红也在其中，双目带着阴冷，内心冷笑：白浩，这一次我看你如何抵抗。任你战力冠绝，可那又如何？你若出手将这些人伤了绑了，那么这里不是炼魂湖，他们的家族会立刻出动。